有关于国产隐身战略轰炸机的消息一直被广大军迷们所关注。最新传来的一则消息被认为可能与隐身战略轰炸机有关，来看详细情况。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近日，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发布消息，称试飞院近期举行重点机型动员会，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有网友认为，这个将要试飞的重点机型很可能是大家一直期待的轰20火龙战略隐形轰炸机。有网友可能不知道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虎哥给大家解释一下。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原名一机部第4局飞行研究院，网络上一般以阎良试飞院代称，位于西安阎良区，是中国军用飞机、民用飞机和航发以及其他机载设备的国家级鉴定试飞和试航审定机构。中国空军列装的多款装备曾在阎良院进行过试飞，如歼20、FC31、歼35隐形战机。此外，不乏空警500、600预警机、运20运输机等大机型。因此，此次阎良试飞院举办的即某重点型号动员会备受网友瞩目。会上强调了该型号研制的重大战略意义、历史意义，可以说这是历史与战略意义被首次提及，意味深长。而能够上升到战略和历史意义的飞机，虎哥想了又想，也只有轰20战略轰炸机配得上。早在2016年，官方就已经承认了中国正在研发一款远程轰炸机的消息。外媒则认为，研发轰20隐身轰炸机的工作由中国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负责。在2020年西飞的宣传片片尾中，就出现了疑似轰20轰炸机的画面。美国军事媒体1945此前也表示，中国正在研发一款比当前解放军列装的轰6系列更先进的新一代战略轰炸机。新型的轰炸机轰20采用了类似于美国 B2 隐形轰炸机类似气动布局和飞翼布局，同样没有尾翼。当前解放军列装的轰6轰炸机都是在苏联图16中型轰炸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虽然经过改进现代化的轰 6K、N 系列轰炸机勉强摸到了战略轰炸机的门槛，但是终归不是战略轰炸机，而且也不具备隐形能力，要在战时跨洋打击美国本土，具备不小的风险。因此，研发和美国隐形战略对等的隐轰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据称，轰20的作战半径超过8000千米，可以对美国本土进行穿透式打击。对此，美国本土的防空系统缺乏有效的防御手段，轰20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美国本土纵深，对其重要的战略战术目标进行打击。可以说，随着轰20的问世，中国将具备完整的3位一体核威慑体系，完善解放军战略核打击能力的短板。虎哥认为，正如试飞院重点机型动员会重点强调的战略和历史意义，先从战略意义上分析，轰20隐形轰炸机的问世，代表中国打破了美国单方面对于隐形轰炸的技术垄断，同时使中国拥有了和美国一样的穿透式打击能力，战略威慑能力将是巨大的，也将严重的冲击美国的军事霸权，这就是轰20目前最大的战略意义。再从历史意义上分析，要知道中国航空工业到目前为止的主要缺憾之一，就是没有完全自主研发的战略轰炸机。建国后，中国从苏联引进了图4战略轰炸机，后期又引进了图16轰炸机进行仿制，这才有轰6系列轰炸机。后续中国打算研制更先进的国产轰炸机代替轰6，代号轰8，但是因为中国孱弱的航空工业正在起步阶段，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研制更先进的轰炸机，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是缝缝补补用了轰6系列轰炸机几十年。而现在我们敢直接跨越常规战略轰炸机的研发，直接跨代研发隐形战略轰炸机，这说明中国的航空工业能力在近几十年来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而轰20的问世历史意义，则是将宣告中国将一跃成为世界上最顶尖的隐形轰炸机设计大国。我们用时几十年的时间，就追上了具有顶级轰炸机研发技术的美国，可谓是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和象征意义。当然，以上只是虎哥简单的头脑风暴。试飞院重点机型动员会也可能是正在为 C919 或是歼35战斗机正式试飞做提前准备，一切还得等某重点项目飞机正式试飞了才能见分晓。